最近大家最常听到的就是跟关税有关的消息。特朗普推出一系列的关税政策，结果不但使得股市大起大落，连房地产市场也跟着受到影响。因为政策带来的不确定性，像标普500就出现了明显的下跌，很多投资人开始把钱转向比较稳定的资产，比如债券或者是房地产。加上钢铁和木材等材料被加征了关税，盖房的成本变高了，对建商而言冲击比较大。不过对高端房产的买家来说呢，影响也许就没有那么的明显，反而会因为经济的不确定，大家会更倾向买房来保值，导致高端房产可能需求会增加。另外一方面，这些政策也影响到了房贷利率。最近的几项措施呢，让利率有些微的下降，对买房的人来说，反倒是算是一个利多。那么今天这支影片呢，我们就来看一下上个月湾区的房地产市场的数据，帮助大家来了解目前市场的情况。如果您觉得这些内容对您有帮助，也欢迎点个赞，分享一下，还有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哦。上个月东湾平均大约有2264套房子在市场上，比去年呢增加了超过900套。南湾的房源呢则有约986套，也比去年多出超过了185套。房价方面呢，东湾的中位数房价是120万美元，比去年略微上升。南湾的中价位房价呢是212万美元，比去年上涨了22万。成交数量方面，东湾卖出了1219套，比去年增加了100多套。南湾呢则是卖出了664套，基本和去年持平。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各地区的情况。首先呢是880高速公路沿线的城市，这边的挂牌房源几乎都在上升。像 Newark 和 Union City 的增幅呢都超过了3倍。房价有涨有跌，不过 Albany 的房价上涨了超过 53%。成交量方面呢， Union City 的成交数量则是去年的2倍之多。接下来是 Central Contra Costa 的地区，这边的挂牌数量也都上升。Pleasant Hill 增加了 1.4 倍。房价大多比去年来的低，只有 Pleasant Hills 上涨了 14%。成交量呢也因为库存增加，普遍是往上。Clayton 更是上升了 86%。下面是 La Miranda 地区，挂牌同样上升。Moraga 和 Orinda 比去年多出了2倍以上。房价方面呢，Orinda 下跌 4%， 但 Moraga 上涨了 13%。成交数方面， Lafayette 和 Moraga 都增加了约 13%。然后是山谷地区，这边的挂牌数也是大幅上升。Pleasanton 和 San Ramon 增加超过3倍。房价的部分，多数城市小幅下跌，但 San Ramon 上涨了 21%。成交量方面，只有 Pleasanton 小幅下降， San Ramon 则是上涨了 47%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南湾的城市。和东湾一样，南湾的挂牌房源也普遍增加，只有 Los Gatos 略微的减少。Los Altos 和 San Sunnyvale 的挂牌数量呢，都比去年多出了 50% 以上。房价方面， Campbell、Los Altos 和 Palo Alto 都涨了超过 20%。成交数量方面呢，则是普遍增加，尤其是 Los Altos 年增幅达到了 130%。那么根据3月份的数据，东湾的房子平均在市场上停留13到15天，南湾的房子就更快了，平均只要9天就能成交。不过从4月份开始，我们观察到房屋在市场的时间有延长的趋势。
这个呢就可能是跟新的关税政策有关了。那么我们要等到4月份的数据出来之后，我们再进一步的来分析。虽然目前的政策呢对很多人来说是个挑战，但同时也给了一些买家和投资人入场的机会。如果您对这支影片的内容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想法呢，都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，也或者是呢可以私讯联系我。